Hello，大家好。昨天发了个视频来讨论加拿大是否会迎来40年最严重的房产大崩溃。主要是因为现在每天鼓吹房价永远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把这个泡沫都吹到天上去了。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有人站出来泼点冷水。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的评论区大家讨论都非常热烈，感觉评论中大多数人都是支持我泼冷水的。因为偏听则暗，兼听则明，而且我觉得我的分析也是有理有据的，相对比较客观，分别针对了不同的情况。对刚需我说了，有需求随时可以买，因为他们会长期持有房产，短期的价格波动呢对他们来说影响不大，而且他们至少还能省一些房租。但是要是投资这事儿呢，就必须想想清楚了，在投资之前呢，先把赚钱赔钱的事儿想好，这样呢，钱投出去才能做到心中有数。评论区呢也有个别说风凉话的。其实如果你要只想听房价永远涨，就随便在油管关注几个房产中介的频道，天天听他们给你吹就行了，也犯不着来我这儿受刺激，对吧？再说了，历史上加拿大的房价也不是没有崩溃过，从60年代到现在，多伦多的房价至少崩过3次，不信呢你也可以自己查一查。第一次呢是60年代初，多伦多房价连续下跌4年，跌幅25%。第二次是从1975年到1985年，房价连续下跌10年，跌幅14%。第三次是1989年至1995年，房价连续下跌7年，跌幅39%。而且这次下跌之后房价在2010年以前就再也没有回到1989年的峰值。如果有人1989年在多伦多买了套房子，至少要持有10年以上才有利可图。这个话题就先说到这儿。分享一个会让房产贬值的8件事儿。其实无论自住还是投资谁都不希望自己的房产会贬值。那如果是新购买房产的话，也要尽量避免购买一些有可能会贬值的房产。那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哪些问题呢会让房产贬值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房子所在社区有很多法拍屋，贷款人无力还款，贷款机构呢就把房子收回来拍卖，用于偿还他的贷款。通常在好的社区你不会同时看到很多法拍屋在拍卖。那作为新购房者来说的话，如果看到这种情景的话，那可能就证明这个社区的情况不太好。因为购买房产的话，周围的邻居整体素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。第二呢，就是坏学校。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会尽可能帮孩子选择更好的学校。通常情况下，好的学区呢，房价也相对贵一些；差的学区呢，房价就便宜一些。如果是一些差的很出名的学校呢，这样的房子可能卖起来都会非常困难。坏学校呢，肯定会吓跑潜在的买家，造成你的房产贬值。第三点呢，就是缺少交通和生活便利设施。虽然今年因为疫情，很多人喜欢搬到郊区甚至农村，但是疫情过去以后人们还是更愿意选择交通和生活设施配套齐全、生活更方便的区域。所以说长期来看呢，如果要周边缺少交通和生活便利设施的话，那一定会造成房产贬值。作为购房者呢，也应该尽可能避免购买这样的房产。第四点呢，就是性犯罪者集中。因为购房者可以通过网络轻松找到此类的信息，没有人愿意住到注册性犯罪者非常多的地方，这种情况一定会造成房产的贬值。对于新购房者来说的话，在购买一套房子之前呢，一定要仔细查一查。第五点呢，就是治安差，犯罪率高。同样呢，一个地区比较差的社会治安，高的犯罪率，一定会使这个地区的房产贬值。购房者可以通过警察局网站查询房子所在地区的犯罪率、治安状况。一般各个警察局的网站上都会公布一个犯罪地图，这个犯罪地图会把所有犯罪类型分门别类做好统计，会把案件发生的地点标注在地图上。购房者呢，可以很轻松的在这个网站上查到这一类的信息。第六点呢，是坏邻居。也就是住在你前后左右的邻居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你房产的价值。如果他们喜欢发出各种噪音，或者是乱扔垃圾，甚至草坪维护都非常差，
影响公共卫生，或者是他们养的狗，人的素质不高，这狗的素质也高不到哪去啊。如果遇到不好的邻居呢，也往往会造成你的房产贬值。第七，噪音污染，这个呢，往往指的是靠近火车轨道，或者是高速公路，或者是机场附近的飞行线路，这些呢都可能造成房产贬值。第八呢，就是过时的装修装饰，尤其是厨房、浴室，看上去年代久远的话，那肯定会造成房产的贬值。以上呢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相关的资讯，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